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的拘捕令。分开了今天才发现，多么不想这是终点。13号，臭三八，你躲在后面是吧？我知道你是谁。 您用一张这样的照片来查案，是什么举措？你还要骗爸爸骗多久？走！什么都听不到，一定有干扰器，大家静一静。千万别让家人担心。保护方世雄。以後但求某人好好愛他，等分鐘驅走這感情，無需念掛。放過你是最後本領，慶可留下你的記得，愉快。走，昨天以後我仍可能。 我没什么好说的，走啊！走啊！当日你的下属李志坚，以警务人员身份，在果栏向一个叫池善波的男人追讨500万的欠款，就是因为当时你跟他在一起，所以我们有理由怀疑你跟这个案子有关。哪有这么多巧合？我刚才在外面，你部门那个头世英，一直跟着我，也是巧合啊。世英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出现？那么你呢？我怀疑你一直跟踪韦景生，所以来证实。是啊，没有错，我是跟踪韦景生。那么昨天傍晚，你也在做同样的事？是。你找到了什么线索？我暂时还没有查到我想要的，但我知道，你们昨晚见过面。我只是碰巧遇上他。这是你的私人原因，不用向我解释。但是你需要向我解释，你私自行动，我是你直属上司，你应该向我交代。主任。 你说这番话没有错，但是我调查这个人跟你是朋友关系，所以我才没有告诉你。那你就是怀疑我？我没有怀疑你有份参与，只不过我是担心你会受个人感情影响，不够客观，甚至包庇。我身居这个职位，我很清楚自己要遵守什么专业守则。现在我以上司的身份跟你说，立即终止你的所有行动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我觉得这是一宗大案子，如果我能破这个案子，无论对部门或者对个人来说，都会有很大的帮助。你这么做就是违抗命令。 如果你命令是正确的，我一定会服从。但这一刻，我觉得你应该放手让我去调查。你越是阻止我调查，就越会让人怀疑你有问题。再加上你跟韦景生是朋友，跟梁主任的关系又密切，如果我们视而不见，我怕连梁主任的声誉也会受到影响。那你认为要怎么做？继续跟踪韦景生。 我们大湾区有很多楼盘都值得投资的，先生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，可以亲自来到我们的楼盘销售处，看看那些示范单位。哦，这2天都是这些电话，没什么进展啊。其实看来，韦警官真的不像跟李志坚是一伙的。凡事都不能只看表面，客观一点，继续调查。是主任。哎，回来了。哎，今天不用上班吗？哦，是啊。哎。 早知道叫你陪我去超市，起码可以多拿2包米啊！哇，手拉车都爆满了，还不够啊？买这么多干什么啊？今天大减价，而且还送厨房纸呢，我靠，拿不动就没有买。让我来，让我来。哎，对了，今晚吃火锅啊！哎，你叫志坚上来吃饭吧，别让他天天吃盒饭。他没空啊，
你还没问他，他真的有很多活干。这么多活，你又可以放假？假期太多，逼着要放。啊，对了，志坚晋升考核怎么样？你是他上司，一定行的。也许吧。他是你的好朋友，多关心他，帮他收收消息。行了，我会安排。喂，老大，是我。你搞什么？我用一次性卡打给你，我不想被人监听。全世界都在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究竟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现在不方便说，要不我们约出来见面？好，2点钟，剑道馆。找到他的下落，通知贺主任。是主任。志坚，喂，老大，你到了吗？你在哪儿？我有些事来不了，不过已经照你吩咐把东西放进你储物柜了。你说什么呀？放什么在我储物柜？喂喂！谢谢您。魏警官，这么晚也回来练剑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韦景生先生，我们点算过，在剑道馆储物柜那笔钱一共是500万，能不能解释一下这笔钱是怎么来的？我不知道。你最好合作一点。我之前收到志杰的电话，他约了我在剑道馆见面，但是我去了，他并不在。之后他再打给我，说有些东西放在我的储物柜，我问他是什么，他就挂线了。跟着我打开储物柜，见到这笔钱，之后你们就出现，很明显我是被人栽赃。栽赃？接赃是吧？不是。那你去剑道馆见李志坚是为什么呢？我想问清楚他是不是吞了池善波那500万，还有为什么要这么做。这些都是你说的，但是现在这笔钱真的在你的储物柜里，你嫌疑最大。我没必要这么做，我没有财务上的问题，我也不会贪这笔钱。你说你没有财务问题，但是我们查到，最近你曾经向几间银行申请200万的贷款，你怎么解释呢？我拿房子去抵押，就是想借钱帮志坚，但那笔贷款最后也被银行拒绝了。不是被拒绝，只是那些资料出了些问题。在银行借不了钱，所以你们就用其他途径去找钱。不是，你说的不是事实。事实是什么？你已经一口咬定储物柜的钱是我拿的，那我再解释也没用啊。我相信上了法庭，法官的想法都会跟我一样。文律师，有2位 ICEC 的主任找你。谢谢。Nathan， 我今天来是为了公事。好的，请坐。什么公事？我们发现有专案组警员滥用职权，涉嫌行为不当。我想向你求证一件事：韦景生是不是曾经找你帮忙去做一份楼宇加案的合约？为什么这么问？你先回答我。这些涉及客户隐私，能不能不说？我不怕正式跟你说，我们在调查一宗案件，是跟韦景生有关的。你不说，只会对他更加不利。那你想知道些什么？他为什么会找你帮忙？他说希望这笔贷款可以尽快审批，而我们的律师楼向来有跟银行有业务来往，那个贷款经理也是相熟的，所以可以加快审批程序。金额是多少？这些涉及客户隐私，真的要讲？那你知不知道他这笔钱的用途？我没有问，不过他有提过是帮朋友的。
我可以看看有关的资料吗？这些资料真的很重要，希望你可以跟我们合作。为什么韦景生又会突然取消贷款，终止借贷？因为文件中间出现了错误，所以批核延迟了。后来景生说不需要了，所以终止申请。那就奇怪了，他找你都是急着用这笔钱，为什么突然取消这笔贷款呢？由他开始找你帮忙做这份合约，到他说不需要这笔钱，中间隔了多久？7天左右。7天？那不是池善波丢了那笔钱之后，他就终止了这笔贷款？究竟景生发生什么事？对不起，暂时无可奉告。我们要问了都已经问了，谢谢你跟我们合作。谢谢你。Nathan， 什么事？我先下去。好。景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你应该知道我没有守则的。那我刚才也跟你们合作了，我可以不告诉你的。好的，详细的我就不方便说，我只是可以告诉你，事情是关于他的下属的，而且他还受到连累，那当然是跟金钱有关。那么你也觉得他在做犯法的事？我不敢乱说，我只知道他这个人向来都很重感情，有时候为了朋友，可能会做多了也说不定。你跟他是老朋友，他的为人怎么样，你不知道吗？我是认识他很久，但是人会变的嘛。现在我只能看眼前的证据。他本质不坏，他不会做犯法的事。你认识他没多久，但是怎么好像这么了解他呢？我只是就事论事。对，我以前是对他有偏见，但是相处下来，那一切都是误会。直觉告诉我，他不会做犯法的事。直觉？你做事向来不是很理性的吗？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感性啊？看来你也因为他而改变了。其实那天在你咖啡店，他一走，你很紧张地追出去，我也猜到一点点。我只是不想你们有误会，所以出去跟他解释。不用说了，那总之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行了。可以。什么事啊，文律师？有件事越想越不明白。韦警官那份房屋抵押合约地址不可能搞错。对不起啊，文律师，也许是我一时大意打错了。你在这里做了那么久，从没试过犯那么低级的错误。再说，在我签名之前也核对过这些文件没错才送出去的。那也是，我也觉得奇怪。对了，文件复印本你有留着吗？有，给我看看。好的。就是这份，谢谢。地址没理由错得那么离谱。我也觉得奇怪，11楼打成101楼，香港有多少住宅有101层？我不可能给你一份有这么大错误的文件，那么不小心。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帮你打文件的时候，Hilda说有份文件很重要，叫我立刻处理。好，那我知道了，你继续工作。嗯。喂，喂，这不就是我交给寇伊的正本？怎么会在这里？
干嘛进我办公室？你翻我的东西。这份文件是我……为什么这份文件会在这里？师傅，你见到了。Hilda 在我帮韦景生申请房屋抵押的文件上动了手脚。我不知道他这么做是什么居心，但我希望你可以主持公道。你有什么解释？对不起，因为钟先生是我们一位很重要的客户，他每年有很多生意给我们律师楼，而文静碰巧接了韦景生的一个案子，钟先生想知道胜算，而我也希望他的官司会赢。你这么做是违反专业守则，会被除牌的。对不起。我知道你这么做是想为律师楼好，想律师楼赢官司，但是你这么做有争议，违反专业守则是不对的，对外人也不应该，何况文静是自己人。对不起，文律师。文静，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。这次是 Hilda 不对，但是你们两个都是我徒弟。我个人希望是想大事化小，若然不是，就报警处理。但这么做，无论对律师楼，或者对 Hilda， 都有很大的影响。我希望你考虑一下。谢谢你，我会要 Hilda 保证，以后不会犯同类事件。谢谢你，师傅。那么我先出去工作了。没想到文静挺紧张韦景生的事。你太不谨慎了。幸好这次是小事，如果误了大事怎么办？Mark 的案子怎么样？韦景生这只拦路虎，现在已经成了没牙老虎。妈的案子没问题了。盯紧一点，何先生不想受牵连。明白。不过我觉得文静也挺碍事的，她跟那个贺伟莲和韦景生也挺要好的，万一在一起不知不觉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怎么办？文静跟了我这么久，我很了解她，她这人很简单，要么不相信你，要么就一定相信到底。你不怕她跟贺伟莲和韦景生说这件事？她说多少，在于她知道多少。同样，我们一样可以在文静身上打探 ICAC 和重案组的资讯，没有坏处，放心吧。嗯。喂，子莹。是啊，刚才我在律师楼忙呢，我现在过来。拜拜。哎，到点吃早餐了，一把脸是不是清醒很多啊？你玩够了没有？你这个人这么心急啊？先吃早餐吧，你很饿了啊？别跟我废话，你要我做的事已经做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没有，你还没做完。韦景生还会跑会走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嘿嘿呀，之前真的有人这么说我的。你们两个呢，
只能活一个，那应该怎么做呀？杀了我吧！杀了我！不行，杀了你，你在大马的母亲不是没人照顾？你不会为了兄弟连母亲也不要了吧？人渣！先吃早餐吧。贺主任，我律师来了。OK， 谢谢。谢谢。怎么样？这么好上来找我吃饭？我这次来是为了公事。我来帮韦景生保释。但是据我所知，他没有提出要保释。你应该知道，如果没有当事人同意的话，是不会批准的。贺主任，我是律师，保释的条件我当然知道。我这次是受到韦景生的妹妹韦子莹所委托，来帮韦景生办理保释手续的。看来是你想多了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对不起。喂，贺主任，我是举报中心的同事，有人来找贺主任，你说要自首。李先生，你是来自首的吗？是。因为什么事？宏达财务那500万赃款，那件事是我做的，那笔钱是我偷的。整件事是怎么样的？你能不能详细的讲清楚？可以。在正式跟你落口供之前，我现在警戒你，现在不是一定要你说，除非你自己想说。你所说的一切，我们将会以录音和录影方式记录下来，将来会成为呈堂证供，你明白吧？明白。你可以开始了。就是这样。之后我就把那500万赃款放在剑道馆的储物柜。放在谁的储物柜？韦景生的储物柜。为什么你要放在那里？因为他叫我这么做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子莹给生意我做，我是有钱收的。还是要说谢谢。韦先生，如果没有问题，可以在这里签名，不过记得准时来签保啊。慢着，韦景生不可以保释。为什么不可以保释？因为案情有新的发展，有证人指证韦景生才是幕后主谋，我们需要他留下来继续协助调查。李志坚，现在跟你重组案情。你来到这里之后怎么上楼，整个过程做一次给我们看，我们会全程记录下来，明白吗？明白。那天我来这里是要把一袋钱放进韦景生的储物柜，但我知道这里的升降机全部都有监控电视，所以我选择了走后楼梯。是不是这条后楼梯？是。那天我本来约了韦景生在剑道馆这里交钱，但是我发现有人跟踪我，所以我打电话给他，问他应该怎么做。他叫我把钱放进他的储物柜，放好之后再打电话给他，他就回来拿钱。整个过程就是这样。那天真是完全没有人看见你。是，因为我刻意避开所有人。整件事是怎么样的？你现在清楚地告诉我们。一开始，我们重案组接手了一宗凶杀案，查着查着，查到宏达财务，可以接触到他们公司的文件。本来我只是想拿回我的欠债记录，但后来给我发现，原来神经波欠他们500万。神经波是不是就是池善波？对，这个是他的绰号。我欠财务公司100多万，他们追得我很急，我没办法，我就打算冒充他们，把欠债收回来。那韦景生是怎么介入的？我第一次去收账的时候让他发现了，于是他阻止我。回到警局，他说他要举报我，向上司揭发这件事。我求他，我叫他多给我一次机会，还向他提议
要不我们一起拿这笔钱？他说可以。如果我们要这么做，就一定要听他的指示。但是我们查过，韦景生的财务状况一切正常，而且他一直在重案组干得不错，有大好前途。怎么会突然答应跟你合作，知法犯法？是我连累他。他之前心软没有告发我，其实已经是犯了法。做了一次，也不怕再做一次。而且我们觉得，拿了这笔钱，根本不会有人知道。根据韦景生的口供，当时你给他打了2次电话，这事是不是真的？是。本来我打算亲手把钱交给他，后来我发现有人跟踪我，所以我就打电话给他。他叫我把钱放在剑道馆的储物柜，放好之后再给他打电话，叫他去拿钱。既然你已经跑了，为什么你还要回头？我现在被警察通缉，哪儿都去不了。再加上财务公司那边的人不断的在找我，我很怕，所以我选择自首，保住生命要紧。不是啊，他在撒谎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李志坚是你的下属，又是你的好兄弟，你们关系这么好，他为什么要害你？我不知道，总之他说的不是事实。但事实就是在你的储物柜找到500万，那你怎么解释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李志坚的解释是，你和他合谋，叫他把钱放进你储物柜。不是，我没有叫他这么做。没有，那他为什么会有你储物柜的钥匙？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回答。我当事人要说的已经说完了，信不信由你们。好，他是有保持缄默的权利。问了这么久，我当事人也很累，请问你们的盘问完成没有 ？OK， 我们今天的会面记录到此为止。那我的当事人是不是可以离开？暂时还不可以。为什么？韦景生先生涉及的案情严重，我们 ICAC 要扣留他在这里做进一步调查。我不同意，最多48小时。我要求为我当事人担保。对不起，要保释提审的时候向法官申请。叶玲，带他去拘留室。是主任。韦先生，请。李志坚，你干嘛撒谎？韦先生，韦景生，韦先生，你冷静一点。你干嘛不说话啊？你这么做是骚扰证人，冷静点。冷静一点，这样会对你更加不利。控制你情绪。臭小子，冷静一点，韦先生，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？啊？你干嘛不说话？走。李志坚。你们2个呢，只能活1个，那应该怎么做啊？杀了我？不行，杀了你，你在大马的母亲不是没人照顾？你不会为了兄弟连母亲也不要了吧？你现在可以保释，记得准时回来报到。要不要找人保护你？你怕韦警官来搞我？我循例问一句，这么多话，我也不想看到你有事。你自己小心。放心，没事。志杰，又怎么样，贺主任？其实有件事，我想问你很久了。什么事？为什么当年的剑道比赛，
你要给我喝那包柠檬茶。陈年往事问来干嘛？你是不是想帮他赢我，所以搞到我肚子痛？是啊，他赢了，有了奖金，不就可以借钱给我？真是这样？告诉你，你又不信。我当年这么说，是因为你怀疑我，所以我故意这样说来气你。其实那包柠檬茶是你师傅梁建邦叫我给你的。是师傅叫你给我的？那就是说那柠檬茶没问题。要是柠檬茶没问题，那你肚子为什么会痛？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这个人太多疑。那包柠檬茶可以是自己坏掉，也可以是过期啊，不一定是有人要害你，对吧？也可能是上天不想你这么自负、这么好胜的人赢了。可以。今晚在哪里吃饭啊？好啊，好吃的给我尝尝。尖沙咀那么远啊？是啊，尝尝。是时候了。差不多了，快点，快点啊！喂，快点！干什么？不用做。主任，我们在等内联网出通告，看看是谁升了副廉政专员。对呀，今天就是了。是啊。几点有结果？差不多了，主任。很快有了。不过我们都希望是我们的。当然是我们梁主任，我已经在日本料理定位了。好，你真是的。我也猜一定是梁主任。梁主任能干谁都知道，但是最重要是什么？就是由我们这几匹好马帮他破案立功。是我们，不包括你，你明白没有？啊，你这么说我啊？喂，有了！一定是梁主任。行政长官宣布委任谭伟聪为副廉政专员。哦，怎么会是谭主任？能不能升职有很多可能，都不一定是看工作表现的。但是我们个个都看好梁主任的嘛。就是啊，大热也跑不出。不过这些事就像方太教做菜，注定的。哎，你快取消定位啊！没有钱给，吃什么日本料理？要不你给？我叫谭主任给。谭主任不请你请？谭主任会请你吗？我们真为他不能，还去不去吃饭？吃其他的，别太贵。哎，怎么了？什么事？梁主任，黎世坚已经保释了，这个是他的档案。好的。主任，刚才外面下属说的话，你不要介意啊。他们只是替你不是。不会，怎么会介意呢？没事。主任，现在这个结果，你真的一点点失望也没有？没有期望就没有失望，而且这个结果我早就知道。难道你也觉得这个结果合理吗？叶凡，你是自己人，我才跟你说。如果论工作、论表现，我应该赢他的。不过撇开这一点，他也未尝不是一个称职的副廉政专员。前几天我才请他们夫妻两人吃饭庆祝，啊，这盆植物就是他太太送给我的。师傅，你真是豁达。嘿，在 ICAC 干了这么多年，什么没见过？其实到了我这个职位，如果想再升职，不是光看工作表现，有时其他人的先入为主的想法，才是影响最大。所以，现在这个结果，我早已经预料到了。你真是看得很透彻。不怕告诉你，其实师傅留在 ICAC 的日子也不会很长。我已经有了全盘计划，我已经准备了一些很有意义，又可以帮到大部分人的东西。我的理想不是单单着眼于个人得失，而是要做一些对社会、对大众都有益的事。师傅，你真是我们的好榜样。要不然怎么做你师傅？拿点什么？是不是给我的？哦，外面的同事叫我拿给你的是简报。哦，好，谢谢。那么我不妨碍你了。好，咦 ，ICAC 有一个大新闻啊！喂，你看看，新任的副廉政专员公布了。我知道，不是梁主任吗？梁主任这么能干，又破了那么多大案子，这职位应该由他胜任啊。哎，论能力，论成绩，的的确确，梁主任是呼声最高的。不过有时候能否升职，谁会知道？不要不开心，我觉得你一定行。你又知道？
之前你说你压力大，我一直都不理解，但是我现在明白了，你是因为升职的问题。我觉得你不用给自己那么大压力，因为我信你一定行，升职是早晚的事。老婆，谢谢你。我们是两夫妻嘛，你以后有什么不开心，一定要跟我说，2个人分担会好一些。是主任。对了，我的事是贺主任告诉你的吗？那天我还黑胶唱片给他的时候，无意中提起的，你介意啊？不介意，要不我们出去吃饭？我买的菜啊。那么要不要帮忙？淘米洗菜啊。和洗碗吗？你又知道。你每次都这样，走吧。大家收拾东西，吃饭吧。我们真的就这样放弃这个案子啊？老大现在这样，还能怎么查下去呢？走吧，吃饭吧。哎，志坚，你怎么能回来了？ICAC 让我保释，谢长官叫我过来，听听我的新工作安排。你别走。怎么了，婵姐？你为什么要污蔑头？我没有。你没有。头是什么人，他什么作风，我们全组人都很清楚。我肯定他不会做一些犯法的事，我肯定你在撒谎。我赶着去见谢长官，有什么再说吧。你别走啊！你不讲清楚，你别走。你以前老大前老大后，现在你却背叛他，出卖老大。枉费他那么爱护你，对你那么好，你就是个叛徒！冷静一点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有些事你们不会明白，有机会再解释。你别走啊！婵姐，哎别这样，算了吧，事情弄大，传到上头那不是更糟？他不肯说，你打死他，他也不肯说。事实归事实，我不信头会做出这样的事。他现在是 ICAC 的证人，你这么做有机会妨碍司法公正啊！你认为我们不理解你的心情？老大还救过我的命，难道我们不相信他吗？而且中间发生过什么，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也觉得老大是被他陷害的。回来了。对不起，谢长官，闹出这么大的事。不用向我解释，你是一个成年人，也是一位执法者，你应该明白为自己做的事负责。长官，不用跟我说。你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我要保持公正。你不可以，也没有需要跟我说任何事。另外，在官司期间，警察部是会暂停你的职务。是长官，你也不用太难过。这些只是既定程序，根据香港司法精神，只要没有判决，你都是假定无罪。在这段期间，你不用上班，但是工资照样发给你。还有一件事要提醒你，由这一刻开始，你已经不是警察，你只是一个普通市民，不可以再执行警察职务。以后没什么特别事，不要回警局。现在出去收拾自己的私人物品。是长官。这个案子对你来说很重要，找个好的律师。谢谢谢长官。你收拾了这么久，收拾完没有啊？哎，你别管他了，我们去吃饭。不好好盯着他，谁知他会不会又栽赃嫁祸，害我们整组人？我之前真的放了块名贵手表在这儿，我找到就会走。你别装蒜了，你哪有名贵手表在这儿？我真的放了块名贵手表在这儿，我找到就走。好吧，那我盯着你，直到你找到为止。喂。OK， 好。喂，博士点了菜，就等我们2个，别管他了，走吧。走吧。
走吧，博士在等我们。慢着，之前我们有个案子，有些赃款在。你不是担心他会偷赃款吧？这个混蛋什么都做得出来，还是小心点好。快点！怎么了？你干嘛？你胸口藏了什么？喂！怎么样？谢长官，我们调查过，怀疑之前偷了一份代号 B12宏达财务的客户文件。是什么文件？是他自己的借贷记录。他偷了自己的借贷记录？我们之前也这么想，但发现他的借贷记录依然在文件夹内。那代表什么？他偷错文件？也有这个可能，但不排除有其他的原因。那是什么？现在我还不知道。你们怎么看？之前就以为他偷赃款，但后来就去了偷文件，动机有些古怪。谢长官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在没搞清楚来龙去脉之前，一定要低调处理，千万不要影响我们重案组的声誉。还有，加派人手，尽快找回质监和文件回来，清楚吗？是，长官。头儿，你怎么样？可以怎么样？就当是放几天假。找我有事啊？是我叫文律师带我来的，因为有些事要向你汇报。什么事？质监昨天回来重案组，然后偷了宏达财务的一个文件夹，我们警方正在通缉他。什么文件那么重要？是一些客户的借贷记录，但表面上跟他没关系。那他偷文件干什么？我也想不通，完全不明白他的动机。这么大胆回到重案组偷东西，那文件一定很重要。难道他想像上次一样，冒充财务公司的名义去收账？我也这么想过，但那些资料是很旧的，而且那些客户已经全部还清欠款。那会不会是他不是为了自己去偷这些资料的？我怀疑质监一直为财务公司办事。怎么这么说？只有这个理由可以解释到，我和质监这么多年的兄弟，而且这件事我一直在帮他，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出卖我？现在更胆大包天回重案组偷东西，当中一定有内情。听你这么说，他为人这么重兄弟情，没理由突然变得这么反常，会不会有什么特别原因，或者是被人要挟呢？我认同，但现在最重要是找他出来。收到。另外，宏达财务那边的状况一定要留意，随时可能有新线索。是头。講起相擁執手，絕不放手。一息間難處理，沉淪絕地。本應將挑選新居，期待成極為幸福的一對。誰允許？講起相擁和談情，從未望專注與盡職。本應尚有這福氣，贈你驚喜。是我不該常隱晦，沒說最多，願可跟你貧或富，情或暗，亦愛一生。如溫是嗎？即使再也難熱吻，難避免心永遠地擱淺。常猶留戀